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次的深度探讨。今天呢，咱们要聊一个特别火，可能也让人心里有点打鼓的话题，就是人工智能 AI。确实，现在 AI 这个词儿无处不在了。是啊，而且你想，现在的 AI，它已经不光是咱们手机里那个语音助手，或者说下棋的程序那么简单了，它正在获得可以说是身体。对，具身智能这个概念现在提的很多。没错，它开始进入咱们的物理世界了。你想想一下，工厂流水线上那些越来越灵活的机械臂，它们现在能干很多精细活了。是的，效率提升非常明显。还有比如说，现在有些机器人专门设计出来陪伴老人，能聊聊天、提醒吃药，甚至做一些简单的家务。这在老龄化社会背景下确实是一个应用方向。再想想高空作业，像电力巡检什么的，以前多危险呢，现在可以用无人机带着 AI 摄像头自己去检查，发现问题。对，代替人类去执行一些危险或者重复性的任务。甚至在教室里，都可能出现那种拟人形态的 AI 老师给孩子们讲故事，或者做一些个性化的辅导。是的，这些场景听起来都挺美好的，技术带来了便利。对，便利是肯定的，这个没得说。但是今天咱们想往深挖一挖，就是在这种便利背后，我们可能正在失去什么？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比如说工作的意义，如果机器啥都能干了，人干啥？还有人跟人之间那种真实的连接，现在有了 AI 陪伴，我们还需要那么费劲去维护真实关系吗？对，这种替代性的影响是需要警惕的。甚至我们共同的那个道德罗盘，是不是也开始有点摇摆了？当机器越来越像人，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如认识啊、情感模拟啊、做决策啊，可能比我们还理性的时候，我们人类到底该怎么自处？定位问题、价值问题都浮现出来了。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思想灯塔来指引我们在这么汹涌的技术浪潮里，不光是不迷失方向，甚至能重新找到我们存在的价值？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宏大？不宏大，我觉得非常现实，也非常迫切。好，我们手头呢有几份特别有料的参考材料，尤其是刘少山老师写的一篇文章，叫《人工智能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哲学》。还有另一篇对他的观点做了很多拓展和思辨的文章，题目是《深度思考：人工智能时代的哲学挑战》。这两篇文章都很有深度，提出了不少值得我们思考的点。对，所以咱们这次探讨啊，目标不是说给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那可能也没有。我们想做的呢，是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往里走。对，深入的去挖掘和审视，把这些来源里提到的每一个观点、每一个细节都拿出来，咱们掰开了、揉碎了，好好的审视一番。我们会一起回溯历史，比如跟工业革命比对一下，看看这次 AI 带来的挑战到底独特在哪儿。历史的参照很重要。然后呢，我们也会看看不同的哲学思想，比如尼采啊、海德格尔啊、萨特啊，他们怎么回应这些挑战。希望这次可以说是彻底的剖析吧，能为你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关于我们自己和未来关系的深度视角。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长，信息量会比较大，大家做好准备。我们争取把问题谈透。好，那咱们就正式开始这次的思想探险。第一个要面对的大问题，就是所谓的意义的危机。这个词儿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确实让人想到100多年前。对，1个多世纪以前的工业革命，也曾经让当时的欧洲社会经历过非常类似的剧烈的震荡。那个时候，对吧？是的，我们可以先详细回顾一下工业革命。大概在19世纪，你想想，蒸汽机被广泛应用，铁路开始修建，大型工厂拔地而起，这完全颠覆了之前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日常生活。节奏一下子快起来了。对，以前那种传统的手工作坊，很快就被机器驱动的大工厂取代了，工匠的手艺好像一下子就不那么重要了。然后大量的农民离开土地，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城市化进程大大加速，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变。是的，这种变化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
马克思当时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概念，叫做异化。这个异化，它不光是指工人受到经济上的剥削，挣得少。我们通常理解的可能比较浅。对，更深层的是一种精神状态。马克思说，工人跟他的劳动产品分离了，他造出来的东西他不拥有，甚至可能都买不起。然后他跟劳动过程也分离了。怎么理解这个跟劳动过程分离？就是说，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每个人可能只负责拧一个螺丝，或者重复一个非常单一的动作，他看不到整个产品的制造过程，也无法在工作中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变得非常枯燥、非人化。变成了机器的一部分。没错，而且工人还跟自身的本质分离了。马克思认为，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类本质。但在工厂里，劳动成了被迫的为了生存的手段，而不是自我实现的方式。最后，人与人之间也分离了，关系也异化了。是了，竞争关系取代了以前社区里的那种相互协作的关系。工人之间可能也是相互提防。你想想19世纪那些工厂的描述，烟囱林立，机器轰鸣，工人长时间工作，环境恶劣，他们真的就像生产线上可以随时替换的齿轮一样。这种感觉就是异化。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深刻的精神危机，意义感的失落。这个异化的概念解释得很透彻。听起来工业革命带来的冲击确实是全方位的。除了工作，信仰呢？那时候是不是也受到了冲击？非常大的冲击。你想，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理性主义抬头，传统的宗教信仰体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刘少山那篇文章里也提到了，教堂的空座越来越多了。人们开始怀疑了。对，这时候尼采就出场了，他提出了那个著名的论断：上帝死了。这句话特别震撼，也特别容易被误解。是。经常被简单理解成无神论。对，但尼采的意思远不止于此，他不是简单的说，没有神了，他这个上帝死了，更像是一个预言。它象征着什么呢？象征着那个支撑了西方文明几千年的传统的价值体系和意义来源，那个绝对的外在的权威，它失效了，崩塌了，精神支柱没了。没错，人们失去了判断价值的标准，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生活的意义。这就是尼采所说的虚无主义的来临。但要注意，尼采说的虚无主义不是说简单的否定一切价值，不是那种很丧的状态。那是什么呢？他说的是一种更深层的怀疑，是对所有价值本身失去了信心，觉得一切都无所谓，没有什么是真正值得追求的。这是一种精神上的瘫痪状态。听起来比单纯的价值否定更可怕。那尼采有没有给出什么药方呢？面对这种虚无怎么办？他当然给了，他的哲学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对抗这种虚无主义。他提出了2个核心概念：权力意志和超人。这2个词也很有名，但也容易被误解，特别是权力意志。对，特别容易联想到政治权力，甚至法西斯。但尼采的本意完全不是这个。他说的权力意志，不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支配关系，而是一种内在于生命本身的一种不断向上、自我超越、自我创造的冲动，是一种生命力的肯定。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争夺。对，是成为你自己的那种力量。然后是超人，这个超人 Übermensch 也绝对不是希特勒理解的那种雅利安强人。尼采的超人是指那种能够在上帝死了之后，在价值废墟上直面虚无和人生真相，不依靠任何外在的拐杖，而是依靠自身的权力意志去创造新的价值，为自己立法的人。听起来是一种精神上的强者。是的，是精神上的立法者。他能够肯定生命，包括生命中的痛苦和矛盾。尼采特别鄙视他所说的末人 （last man）。末人是什么样的？就是那种只追求安逸、舒适、渺小的幸福，不敢冒险，不敢创造，浑浑噩噩，没有目标，对一切都无所谓，但又不是虚无主义那种深刻的痛苦，而是一种浅薄的满足感。尼采觉得这种状态是人类的堕落。
所以他的哲学像权力意志和超人，实际上是为那个时代感到迷茫失落的个体提供了一条重新进行心理建设、寻找内在力量和意义的途径。通过自我超越来抵抗虚无，这个逻辑很清晰。了解了工业革命和尼采的回应，我们再回到今天，历史总有相似的地方，但肯定不是简单的重复。您刚才也提到，这次 AI 革命和工业革命有质的区别，能不能再详细说说这次的冲击性质和程度上到底有哪些根本不同？为什么说这次的挑战可能更深远？好，这个对比非常重要。首先，最核心的区别，就像我们之前稍微提到的，工业革命主要增强和取代了人的物理能力，是肌肉的力量。而这次人工智能革命，它直接挑战的是人类的认知能力、创造能力，甚至在模拟情感方面也取得了进展。对，它动的是脑子。没错，这就直接动摇了我们长期以来认为的人类认知独特性这个根本。我们曾经以为思考、创造、共情这些是人类独有的，是机器无法企及的。但现在看来，这个界限越来越模糊了。这是第一个质的不同。这个确实是根本性的。然后，我们可以从另外3个维度来看这次革命的特殊性：速度、规模和范畴。这也是深度思考那篇文章重点分析的。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速度，这次 AI 技术的发展和扩散速度是指数级的，非常惊人。它把过去可能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社会变迁，压缩到了几十年，甚至可能就是几年之内。你想想，工业革命虽然也很剧烈，但它毕竟经历了几代人的时间，社会规范、伦理观念、法律体系，还有个体心理，好歹有一个相对缓慢的适应过程。有个缓冲期。对，但 AI 不一样。你看现在大语言模型几个月就迭代一次，能力突飞猛进。我们的社会规范、伦理讨论、法律制定，甚至我们个人的生理适应，都远远跟不上这个速度。这种时差本身就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风险。理解了，这变化太快，我们有点措手不及。那规模呢？规模 AI 技术是建立在全球数字基础之上的，网络运算、大数据，这些让 AI 的影响能够瞬间触达全球几乎每一个角落。它的影响是全球化的，而且非常迅速。不像工业革命是逐步扩散的。对，工业革命的扩散相对缓慢，而且很不均衡，但 AI 的影响通过网络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权力的集中。少数掌握先进 AI 技术的公司或国家可能会获得前所未有的影响力。这种规模效应是工业革命时期无法想象的。全球化和即时性放大了它的影响。那第3个维度，范畴，这是最关键的区别。工业革命改变的是我们建造世界的方式，是生产力，而人工智能革命，它正在改变我们思考和存在的方式。这个怎么理解？它不仅仅是自动化了重复性的脑力劳动，比如数据分析、文档处理，它还开始涉足那些我们以前认为非常人类的领域，比如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写诗、画画、作曲，做出复杂的判断，医疗诊断、金融投资，甚至提供情感支持、聊天机器人。对，它进入了更核心的领域。是的。更进一步说，通用人工智能 AGI 的潜在发展，还带来了工业革命时期人们闻所未闻的存在性风险。就是说，超级智能的出现本身可能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危险。这个范畴的广度和深度是工业革命完全无法比拟的。速度快、规模大、范畴深，这3个维度确实说明了 AI 革命的独特性和挑战的严峻性。那我们再回到意义危机。刚才我们谈到工业革命时期的虚无主义是上帝死了，价值真空。那在 AI 时代，这种危机有什么新的表现形式吗？您之前提到了算法虚无主义。对，算法虚无主义，这是深度思考文章里提出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它跟尼采那个时代的价值真空不一样，尼采那时是旧的价值崩塌了，一片废墟，需要重新创造。而现在的危机更像是一种价值的单一化。单一化怎么讲？就是说，所有的东西、所有的经验，甚至人本身，都被还原为可以计算、可以优化、可以预测的数据流。评价一切的标准似乎都变成了效率、可量化性、可预测性。一切皆可量化。对，
这里可以借用海德格尔的一个重要概念，叫做作价 Gestell。海德格尔用这个词来批判现代技术。他认为作价不仅仅是指具体的机器设备，更是一种特定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和态度。一种世界观。是的，这种世界观的特点是促逼 （challenging forth），它促逼一切存在物，把它们都看作是随时待命、可供调遣、可供计算和利用的资源。海德格尔称这种被转化后的存在物为持存物 （bestand）。能举些例子吗？这个概念有点抽象。比如，一条河流，在作价的眼光下，它不再是具有自身诗意和生命的存在。它首先被看作是什么？是潜在的水力发电能量储备，它的价值在于能发多少度电。变成了能源资源，材资源库，可以砍伐多少立方米的木材。变成了原材料。没错，推而广之，人呢，在算法和数据驱动的逻辑下，人很容易就被看作是人力资源，看作是各种数据点的集合，是消费者画像，是可以被分析、预测和影响的目标。人的丰富性被简化了。是的，这就是作价的工作方式。它把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可计算、可控制的资源库。那么，算法虚无主义就是这种作价逻辑在当代的极致体现。那这种算法虚无主义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后果就是在这种逻辑下，那些容易被量化、被优化的价值，比如效率、速度、产出、利润，就自然而然地被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那些难以计算、难以量化的价值，比如智慧、同情、审美感受、道德勇气、深刻的思考，这些东西它们怎么样？容易被边缘化。对，它们很容易就被看作是低效率的噪音，是无法优化的累赘，是被系统性地贬低和贬低了。这对你、对我们每个人理解自身的价值和人生追求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你追求的东西不能被量化，不能带来效率，你可能就会觉得自己是失败的，是没有价值的。这确实是一种无形的压力，非常大。所以这就引出了我们这个时代哲学任务的一个根本性的重塑啊。怎么说？尼采那个时代，哲学家的任务可能是在旧价值的废墟上，从零开始去创造新的意义，去填补那个价值真空。而我们现在的任务，可能更重要的是要去积极的抵抗框定。抵抗框定。对，就是要抵抗那种试图将我们丰富复杂甚至矛盾的人类经验强行还原为简化算法模型的企图。我们要为那些不可计算的、不可量化的价值去辩护，去争取它们存在的空间。我们的任务不是在空白上创造，而是在已经被技术逻辑过度填充和框定的世界里，去解开束缚，去重新打开可能性。从创造意义到守护意义空间，这个转变很重要。是的，实践意义非常大。为了更清晰地理解这两个时代的差异，深度思考那篇文章还提供了一个比较框架，对吧？好像是个表格。对，他做了一个非常系统的对比，我觉得很有启发性。他从4个维度比较了工业革命和 AI 革命。哪4个维度？我们来详细看看。第一个维度是劳动颠覆的性质。工业革命我们刚才说了，主要是取代和重塑体力劳动，工人从手工业者变成工厂操作员。而 AI 革命呢，它颠覆的是认知劳动，甚至是创造性和情感性劳动。程序员、设计师、客服，甚至医生、律师的工作都可能被深刻改变。性质完全不同。第二个维度是权力核心的所在地。工业革命时期，权力核心主要是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比如工厂主。而在 AI 时代，权力核心越来越转向那些掌握数据和算法的平台和科技巨头。数据成了新的石油，算法成了新的流水线。数据霸权和算法权力。对，第三个维度是存在危机的来源。工业革命时期，主要的危机感来自于马克思说的异化，还有尼采说的价值真空和虚无主义，是意义失落和精神漂泊。而 AI 时代呢，除了这些可能还会加剧之外，还叠加了新的危机来源。一个就是刚才说的算法虚无主义、价值单一化，另一个就是更根本的
存在性风险，比如 AGI 失控的可能性。威胁的层级不一样了。是的，第4个维度是核心伦理挑战。工业革命时期的核心伦理挑战主要是围绕经济剥削、社会不公、劳动条件等问题展开的。而 AI 时代的核心伦理挑战更加复杂和多样，比如算法偏见和歧视、隐私侵犯、数据滥用、决策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问题，还有人类自主性的削弱，以及前面提到的存在性风险。挑战的面向也多了很多。没错，通过这4个维度的对比，就能很清楚地看到 AI 革命带来的挑战，无论在性质规模还是深度上，都与工业革命有本质的不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19世纪那些伟大的佛学回应，比如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的批判、自由主义对个体权利的强调，甚至尼采对个体意志的呼唤，虽然仍然有启发，但可能已经不足以完全应对我们今天的困境了。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回应呢？这就需要一个更加复合的哲学工具箱。文章里提到，可能需要整合像后工作理论，思考工作的未来；后结构主义，比如福克对权力的分析，用来理解算法治理；存在主义，比如萨特对自由和责任的强调；现象学，比如海德格对技术的批判，捍卫真实体验；还有关华伦理学，关注人际关系和相互依赖等等。把这些不同的思想资源结合起来，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和应对 AI 时代的挑战。这个复合框架的构建本身就是一项艰巨但必要的哲学任务。需要一个集大成的这种机会。这个比较框架确实把问题梳理得非常清楚。好了，理解了 AI 革命的独特性质和它带来的新的意义危机之后，我们来看第一个具体的冲击区域，那就是工作。世界经济论坛什么的老是预测说未来多少多少万个岗位会被 AI 取代，但这听起来好像远不只是丢饭碗那么简单，它似乎触及到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是谁？没错，这确实是工作领域面临的一个双重危机。双重危机。对，一方面当然是经济层面的危机，失业、收入减少、贫富差距可能进一步扩大，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但另一方面，更深层次的是存在层面的危机。你想想，在现代社会，对很多人来说，工作不仅仅是一个谋生的手段。它好像还定义了我们是谁。对，它是我们构建身份认同的一个核心途径。别人问你是做什么的，你的职业往往是你自我介绍的重要部分。工作也是我们建立社会关系、获得社会尊重和成就感的重要来源。有道理。感觉工作跟我们的价值感绑得很紧。是的，所以当 AI 能够比人类更高效，甚至更好地完成越来越多的任务时，我们面临的就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困境了，我们还会感受到一种关于人类知识、经验、技能甚至人生目标被贬低、被边缘化的存在性焦虑。如果机器都能做了，那我还有什么用？这种想法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普遍。这种焦虑感确实很真实。那怎么办呢？回到尼采那种思路，发展 AI 做不到的能力，比如创造力、共情、审美判断，这条路走得通吗？这条路，有它的启发性。刘少山的文章里也提到了，鼓励个体去探索那些 AI 难以企及的领域，去成为更有创造力、更有同理心、更有批判性思维的人。这当然是值得鼓励的方向。但是，听见的语气好像有保留。但是我们需要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种个体主义方案的局限性，甚至要严厉地批判它的不足。怎么说？你想，在一个资本和技术高度集中的系统里，面对的是平台级的结构性的挑战，单靠个体的自我超越，能解决大多数人的问题吗？这种成为超人的要求，对普通人来说是不是门槛太高了？而且，这种个体奋斗如果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持、教育改革和文化氛围的配合，很容易就变成一个孤岛，甚至可能加剧赢家通吃的局面。听起来像是把系统性问题的责任甩给了个体，有这种风险。所以，仅仅依靠尼采式的个体方案，恐怕难以解决 AI 时代普遍的意义危机和工作危机。我们需要更系统性的思考。那系统性的方案有哪些呢？现在讨论比较多的有几种思路，一种是后工作理论。后工作
听起来有点激进。是挺颠覆性的。后工作的思想家们，首先是批判我们现在这种根深蒂固的工作伦理，就是认为有偿劳动是人生的核心，是衡量个人价值的主要标准。他们会追溯这种伦理的历史根源，比如新教伦理对勤奋工作的强调，以及工业资本主义对劳动纪律的塑造。我们好像默认就接受了这种观念。对，而后工作理论的核心主张是，技术进步，特别是自动化，它的最终目的应该是把人类从繁重、枯燥、非自愿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不是让我们去跟机器赛跑，或者陷入无休止的内卷。那解放出来之后呢？他们认为，社会应该重新评估工作的价值和必要性，重新分配工作任务，甚至大幅减少总体的工作时间，把更多的时间和资源用于教育、创造、社群活动、个人发展，以及就是纯粹的休闲和生活，扩展人类的自由时间，而不是被工作填满。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不同的远景。那具体怎么实现呢？其中一个经常和后工作理论一起被讨论的具体政策建议，就是普遍基本收入 （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 这个词最近几年听的挺多的，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UBI 简单说就是政府或者其他公共机构定期的、无条件的给每一个成员，通常是所有公民发放一笔现金。强调无条件，就是说不管你有没有工作，收入多少，有没有去寻找工作，都能拿到这笔钱。听起来像是天上掉馅饼儿，目的是什么呢？主要目的呢，就是要把人的基本生存保障与强制性的为了糊口而不得不从事的工作分离开来，让人们即使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工作，也能维持基本生活。这被认为是应对自动化可能带来的大规模失业以及促进社会公平的一种潜在手段，同时也能给人更多安全感，去尝试创业、学习新技能或者从事那些社会价值高但不一定有市场回报的工作，比如照顾家人、社区服务、艺术创造等等。这个想法听起来确实很吸引人，但实际效果怎么样？有没有试过？这就是问题的复杂之处了。全球范围内确实有不少 UBI 的试点项目和研究，结果呢，可以说是喜忧参半，非常复杂。哦，怎么说？比如说，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像肯尼亚进行的大规模长期的 UBI 实验，就发现了一些非常积极的结果。比如显著改善了受益者的心理健康水平，减轻了焦虑和抑郁，还发现人们并没有像一些人担心的那样变得懒惰，反而更愿意去冒风险，从事一些小型的创业活动，储蓄也增加了。听起来效果不错啊。是的，在那个特定的背景下，但是在一些高收入国家，比如芬兰、加拿大、美国等地进行的试点项目，结果就比较混杂，甚至有些是负面的。比如说呢？有些研究发现 UBI 对人们的就业意愿确实会产生轻微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于那些原本可能从事兼职或低薪工作的人。另外，在改善健康、教育成果方面效果有限或者说不显著。有些试点甚至发现，拿到 UBI 后，人们反而减少了坚持工作的时间，总收入并没有显著提高。这跟肯尼亚的结果很不一样。对，所以这就告诉我们 ，UBI 绝对不是什么万灵药，它的实际效果高度依赖于具体的社会经济背景、文化环境、支付的金额水平，以及整个项目的设计细节，比如是替代现有的福利，还是叠加在上面，不能简单的说它好或者不好。明白了 ，UBI 这事儿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除了后工作和 UBI， 还有没有其他的系统性思路？人机协作范式。人机协作，就是 AI 当助手。对，核心理念是不要把 AI 仅仅看作是人类工作的替代者，而更应该把它看作是增强人类智能的放大器或者协作伙伴。这个听起来好像更温和一些。它的目标不是取消工作，而是改变工作的性质。通过让 AI 去自动化那些重复性的、数据密集型的，或者对人类来说比较枯燥危险的任务，把人类从这些事物中解放出来。解放出来干什么呢？解放出来专注于那些更高层次的、更需要人类独特优势的活动，比如说创造力、批判性思维、战略性的远见、复杂问题的解决，以及非常重要的
情感智慧和人际沟通。让机器干机器擅长的，人干人擅长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且通过协作，可能还会产生 1+1 大于2的效果。能不能给些具体的例子，看看这种人机协作的潜力在哪些领域体现出来了？例子其实非常多，而且越来越普遍。比如在科学研究领域， AI 现在被大量用于加速新药的发现。它可以分析海量的基因组数据，筛选潜在的药物分子，预测药物效果和副作用，这大大缩短了研发周期。以前可能要试很多年。对，还有材料科学， AI 可以帮助设计和发现具有特定性能的新材料。在医疗诊断方面， AI 辅助医生分析医学影像，比如 X 光片、CT 片，识别早期癌症病灶，或者分析病理切片，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和效率。这听起来对专业人士帮助很大。是的。再比如在创意产业，现在那些生成式 AI， 像 ChatGPT 写文本， Midjourney 画图，他们正在成为很多艺术家、设计家、作家、音乐人的灵感来源和创作伙伴。创作伙伴怎么说？比如说，一个作家卡壳了，可以让 AI 生成几个不同的故事开头或者情节走向，帮他打破思维瓶颈。一个设计家可以用 AI 快速生成很多个产品原型或者视觉方案，然后他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筛选、修改和深化。AI 可以极大地扩展创作者探索可能性的范围。有点像一个超级助理或者陪练。可以这么理解。文章里提到了一个词叫超能 super agency。 超能。对，就是说，当人类的直觉、经验、价值观能够和 AI 强大的计算能力、分析能力、模式识别能力、内容生成能力有效地结合起来的时候，就有可能达到一种无论是单独的人类还是单独的 AI 都无法企及的更高的创造和解决问题的水平。这就是人机协作的理想状态。超能这个词很形象，人机协作听起来确实是一个很有前景的方向。但是刚才我们讨论了3种应对工作危机的思路，尼采式的个体超越，后工作理论可能伴随 UBI， 还有人机协作。这3种思路之间是不是也存在一些矛盾或者说张力呢？非常深刻的矛盾和张力，这其实不是简单的技术路线选择，背后是深刻的哲学冲突。文章里把它整理为一个3难困境 trilemma。 3难困境，哪3个方面难以兼顾？我们来梳理一下。首先，尼采式的个体主义和后工作理论所倡导的集体休闲之间就有一个潜在的冲突。怎么说？尼采强调的是不断的自我挑战，克服困难，创造价值。他鄙视那种安于现状的默人。而后工作理论，特别是如果和 UBI 结合，设想的是一个人们可以从工作中解放出来，享受更多休闲时间的社会。那么问题来了，这样一个普遍富足、工作不再是必须的社会，会不会真的就沦为尼采所鄙视的那种缺乏创造性张力、人人满足于小确幸的默人园院呢？休闲会不会变成无聊和空虚呢？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自由时间多了，但精神追求没了。有这种担忧，这是第一个两难。第二个两难发生在后工作理论对工作伦理的批判和人际协作范式可能强化的工作中心主义之间。这个怎么理解？后工作理论想的是，我们应该摆脱以工作为中心的生活模式，但人际协作呢？它的目标是提高效率、增强能力、实现超能。这会不会反而催生出一种更严苛的超生产力的压力？就是说，人机协作了，你得更厉害才行。对，可能会要求人具备更高的技能、更强的适应能力，去配合 AI， 去达到那个超能状态。这会不会导致新的焦虑？会不会进一步加剧那些能够掌握这种协作能力的人和那些被甩在后面的人之间的不平等？人际协作会不会反而强化了工作依然是衡量你价值的核心这种观念，而不是像后工作理论希望的那种去中心化？这个矛盾也很突出。协作可能带来新的压力和分化。是的。第三个两难则是在尼采强调的个体自主性和人机协作所要求的系统融入之间。个人独立性和系统整合的矛盾。对，
尼采非常强调个体的精神独立和自主判断，而高效的人机协作往往需要人更好地融入系统，遵循算法的建议，或者说与智能系统进行深度的耦合。那么这种深度的融合，会不会在一种更微妙、更不易察觉的方式下，削弱了个体的独立思考能力和精神自主性呢？我们会不会越来越依赖算法的指导，而失去了自己做决定的勇气和能力呢？为了效率牺牲了独立性。有这个可能。所以你看，这3种方案，个体超越、集体休闲、人机协作，它们之间充满了内在的张力。选择任何一条路，都可能意味着在另外2个方面做出牺牲。这本质上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或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深刻的哲学辩论。我们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存在？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没有标准答案。这个3难困境的分析确实把问题的复杂性揭示出来了，它逼着我们去思考更深层的东西。好，工作的未来确实让人深思。现在我们转向另一个同样被 AI 深刻影响的领域——人际关系。我们看到，现在 AI 聊天机器人、虚拟伴侣啊，好像越来越懂你了，甚至比真人还贴心。但这真的是我们想要的亲密吗？这又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所谓的算法亲密现象。算法亲密？对，你想想，传统的真实的人际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它需要共同的经历，需要时间的投入，需要耐心的磨合，需要理解和包容对方的不完美，甚至需要承担关系破裂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是个挺费劲的过程。是的，但现在 AI 聊天机器人、社交媒体上那些精准推送你喜欢内容的算法，还有越来越逼真的虚拟偶像或者虚拟伴侣，他们好像提供了一种捷径。捷径？对，他们可以绕过传统关系建立的那些复杂的、耗时的，甚至有点痛苦的过程。刘少山文章里就提到了很多场景，比如孤独的老人开始依赖和 AI 聊天来排遣寂寞，青少年在社交 App 上寻找算法推荐给他们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或者及时认同，甚至小孩子都可能迷恋上一个会说话、会回应他的智能玩具。这些现象确实越来越多了。那这种算法亲密的诱惑力在哪？又有什么代价呢？它的诱惑力非常明显。首先是高效便捷，随时在线，及时回应。其次，它是单向度的、可控的。AI 通常被设计成永远耐心、永远理解你、永远支持你。它不会生气，不会误解你，不会挑战你，不会离开你。它完美的迎合你的需求和期待。这对于在真实关系中感到挫败或孤独的人来说，吸引力是巨大的。提供了一种完美的关系体验。是的，一种看似完美，但其实是无风险的关系体验。但代价是什么呢？代价可能就是我们维系真实关系的核心能力，在不知不觉中被削弱了。哪些能力？比如共情的能力，去理解和感受一个与你不同、有自己独立想法和情感的真实他人的能力；包容差异能力，接纳对方不完美，甚至有时候会让你失望的能力；还有耐心等待的能力，等待对方回应，等待关系慢慢发展的能力。这些在真实关系中至关重要的能力，在与算法的完美互动中，可能就得不到锻炼，甚至会退化。用进废退。对，这就可能导致一个悖论。我们身边围绕着各种各样的技术连接，看起来无比社交，但内心深处可能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因为我们失去了处理真实、复杂、有瑕疵，但却有温度的人际关系的能力。身边都是人，却从未如此孤独。这句话很戳心。社交媒体是不是也在加剧这个问题？社交媒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方面，它通过点赞、评论这些及时的反馈，确实能制造一种浅层的社交满足感。但另一方面，它也常常加剧社会比较、外貌焦虑、错失恐惧、疯某，反而可能导致更深层次的孤独感。那跟 AI 伴侣或者虚拟偶像的关系呢？这跟社交媒体还不太一样。对，这涉及到拟社会关系 （Parasocial Relationships，PSRs） 的概念。就是用户和媒介形象，比如电视角色、网红，现在也包括 AI 伴侣或虚拟影响者之间形成的一种单向的想象中的亲密关系。
研究发现，用户确实能够从这种关系中获得真实的情感满足、陪伴感，甚至产生信任。有些研究甚至表明，与 AI 伴侣互动带来的情感支持效果，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媲美与真人互动。效果能媲美真人，这有点让人惊讶。是的，这再次说明了它的吸引力。它满足了人们对陪伴、被理解、被关注的深切渴望，而且是一种可控、安全、低投入的方式。你不需要担心被拒绝，不需要处理矛盾。听起来诱惑确实很大，但这种拟社会关系和真实关系到底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有没有哲学角度的分析？有的，现象学 （phenomenology） 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批判视角。特别是像海德格尔、梅罗庞蒂这些哲学家，他们都强调具身性 （embodiment） 的重要性。具身性，身体。对，身体。他们认为，我们人类的认识、理解、情感，甚至自我意识，都不是像计算机处理信息那样，仅仅是抽象的符号运算。它们是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身体，根植于我们的身体在具体的物理世界和社会世界中的那种沉浸式的动态的互动经验之中。也就是说，我们的懂离不开我们的身体经验。没错，我们理解热不仅仅是知道它的物理定义，更是因为我们身体感受过火焰的灼烧或者阳光的温暖。我们理解爱不仅仅是知道字典里的解释，更是因为我们体验过拥抱的温度、眼神的交流、共同经历带来的情感连接。这些都离不开我们的身体，离不开我们在真实世界中的行动和感受。那 AI 呢？特别是现在主流的大语言模型，它们没有身体。这就是关键所在，这就构成了 AI， 特别是当前主流的非具身 AI， 比如 LLM， 与人类之间的一道深刻的现象学鸿沟。AI 没有身体，它没有在真实世界中生活、行动、感受、受伤、成长的经验。它处理的是海量的文本和数据，通过模式识别和统计关联来模拟理解和生成语言。只是模拟。对，它可以生成一段看起来充满爱意或者悲伤的文字，但这种文字背后没有真实的身体感受和生活经验作为支撑。它生成的爱或悲伤和我们人类体验到的爱或悲伤有着本质的区别。有学者提出了一个概念叫离线具身 （offline embodiment）。也许未来 AI 可以模拟一些身体状态，但这和真实拥有身体在世界中存在的经验还是两回事。这个现象学鸿沟确实指出了一个根本性的差异。是的，所以回到算法亲密和真实关系的区别，我们可以说，算法亲密它提供的是一种关系的文本，一种关于亲密关系的符号模拟，而真实的亲密关系它植根于共享存在的语境。语境。对。AI 不与我们共享海德格尔意义上的那个在世界之中 being in the world 的状态，它没有真实的利害关系，没有我们人类所具有的那种脆弱性，没有共同经历的历史，也没有一个不确定的需要共同面对的未来。它不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没错，因此长期沉浸在所谓的合成亲密关系，就存在一个很大的风险。这个风险就是它可能会训练我们，让我们习惯于那种去风险化的、去升级化的、去语境化的关系模式。我们可能会越来越追求可控、高效、完美的互动，而逐渐丧失处理真实关系中不可避免的复杂性、模糊性、脆弱性，甚至是冲突和伤害的能力。这确实是个值得警惕的长期影响。那面对这种算法亲密的挑战，有什么哲学资源可以帮助我们吗？尼采好像不太关注关系。对，尼采的哲学确实更侧重个体。刘少山文章里也指出了这一点。在这方面，关怀伦理学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补充视角。关怀伦理学，这是什么？关怀伦理学，它不像传统的伦理学那样强调普遍的抽象的道德原则，比如康德的绝对命令，或者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则。它更关注具体的情境化的关系，关注关系本身。对，它强调人类生存的根本特征是相互依赖和脆弱性。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或者将会是需要被关怀的，也都需要去关怀他人。
所以道德的核心不在于遵循抽象规则，而在于在具体的关系网络中去回应他人的需求，去承担关怀的责任。听起来更有人情味儿。它跟算法逻辑有什么不同？根本不同。算法逻辑追求的是普遍化、抽象化、标准化、可复制。它倾向于抹平个体的独特性和情境的复杂性，制造一种所谓的道德距离，把人看作是数据点，把伦理问题简化为计算问题。而关怀伦理学恰恰相反，它强调特殊性和情境性，它要求我们看到每一个具体的人，理解他所处的具体关系和困境，关注他的脆弱性和需求。它要求的是投入、同情和责任，而不是冷冰冰的计算。一个追求抽象，一个扎根具体。对，所以关怀伦理学可以作为对抗算法亲密带来的人际疏离和能力退化的一剂解毒剂。那我们能不能基于关怀伦理学构建一些新的关系伦理的原则，来指导我们在 AI 时代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设计基础呢？这是非常有必要的。文章里也探讨了这一点。我们可以提炼出几个基于关怀伦理的核心原则。好，我们来听听。第一个原则是珍视脆弱性与不完美。要认识到真实关系的价值恰恰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它的瑕疵、它的需要投入和维护的过程本身，而不是追求一种算法式的完美契合的没有摩擦的状态。我们要学会拥抱关系中的脆弱和不完美，而不是试图用技术去消除它们。接后不完美才是真实。第二个原则是强调情境化的理解，要坚决抵制那种把人简化为数据标签、用户画像的倾向。在与人交往时，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要努力去理解对方所处的具体情境，他的感受和需求。坚持把人当作一个完整、复杂、处在特定关系网络中的个体来对待，拒绝简化和拉边化。第三个原则是承担相互责任。要认识到，任何有意义的关系都必然包含着相互的责任和承诺。这种责任感，这种愿意为对方付出，在对方需要时出现的意愿，是 AI 目前无法真正提供的，也是真实连结的核心。我们要有意识地去承担和履行在关系中的责任。脆弱、情境、责任，这三个原则确实很有指导意义。那怎么把它们落到实处呢？这需要在多个层面努力。比如在文化层面，我们需要重新倡导和肯定真实深度的人际交往的价值。在教育层面，要从小培养孩子们的共情能力、沟通能力、处理冲突的能力。在技术设计层面，开发者需要更有意识地思考，他们的产品是在促进还是在削弱真实的人际连接，能不能设计出鼓励深度互动，而非仅仅追求用户粘性的技术。这需要伦理考量贯穿设计的始终。最终的目标是在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有意识地去捍卫和培育我们生活中那些真正有温度、有深度的人际连接。这需要社会、教育和技术设计者共同努力。好了，谈完了工作和关系，我们现在要触及 AI 挑战中可能最核心，也许也最危险的地带了，那就是道德判断。当算法开始越来越多的参与，甚至主导一些重要决策，比如决定谁有资格获得贷款，谁能得到面试机会，甚至评估一个人再次犯罪的风险时，我们是不是正在把伦理的基础拱手让给机器了？这确实是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可以说是道德判断的外包危机。外包危机，能举些具体的例子吗？例子很多，而且已经深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比如说，银行用算法来审批贷款申请，招聘时用 AI 来筛选简历，决定谁能进入下一轮。在刑事司法领域，有些地方用算法评估被告人的再犯风险，来辅助量刑或假设决定。还有像社会信用评分系统、保险定价等等，这些都是 AI 在高风险决策中应用的实例。这些决策都直接影响到人的命运。没错，但这些算法决策普遍存在两大弊病。哪两大弊病？第一个是算法偏见，算法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通过学习大量的历史数据来训练的。但如果这些历史数据本身就包含了人类社会存在的各种偏见和歧视，
比如在招聘数据中存在的性别歧视或种族歧视，那么算法就会把这些偏见学习、固化，甚至放大。结果就是，算法做出的决策可能系统性的对某些群体不利，但它却披着客观中立的外衣。啊，垃圾进，垃圾出，偏见被技术化了。对，第二个弊病是黑箱问题。很多先进的 AI 算法，特别是深度学习模型，其内部的决策逻辑非常复杂，极其不透明。别说普通人了，有时候连算法的设计者都无法完全解释清楚，他为什么会做出某一个具体的判断。这就麻烦了。是啊，不透明就意味着难以问责。如果算法做错了决策，导致了不公正的结果，我们该找谁负责？是开发者，是使用者，还是算法本身？而且，普通人很难去质疑和挑战一个他们根本不理解的黑箱的权威，监管机构也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的审查和监督。偏见加上不透明，这确实很危险。是的，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把我们社会中非常重要的道德基础设施悄悄地进行了迁移。道德基础设施怎么理解？以前关于资源分配、风险评估这些涉及公平正义的伦理判断，它主要是在一个相对公开的领域进行的。通过法律的制定、政策的辩论、伦理委员会的讨论、社会舆论的监督等等。虽然不完美，但至少过程相对可见，可以争论，可以修正。有一个公共讨论的空间。对，但现在呢？这些伦理判断越来越多地被封装进了私有的、不透明的技术性的代码之中，它们隐藏在算法模型里，由少数技术专家和公司所掌握。这就像是把我们社会的伦理判断从一个开放的广场搬进了一个锁着的、不透光的黑屋子。这个比喻很形象。这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呼应了尼采当年对价值虚无的预言？当价值判断的标准变得不可见、不可理解、不可争辩时，我们是不是就陷入了一种新的技术性的意义失重和无力感？一种由技术带来的新的虚无感。面对这种算法权利和黑箱决策，传统的监管思路够用吗？比如说，像以前那种强调监视和惩罚的模式，可能不太够了。这里可以引入法国哲学家福柯的权力分析理论，特别是他后期的思想，来帮助我们理解 AI 时代的权力运作方式。福柯他不是研究监狱和疯人院的吗？他早期的研究确实集中在规训权力，比如他用全景场式监狱 Panopticon 的模型来分析现代社会的监控机制。全景场式监狱的特点是，中间一个瞭望塔可以看到所有囚室，但囚犯不知道自己是否正在被监视。这种不确定性就让囚犯自觉地遵守纪律，它的有效性依赖于主体意识到自己可能正处于被监视的状态。一种心理上的威慑。对，但福柯后来发展出了一个更精妙的概念，叫做治理术 （governmentality）。他认为，现代权力，特别是新自由主义下的权力，它的运作方式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监视和规训。超越了？怎么超越？它不再仅仅是被动的监视和惩罚，而是变成了一种更主动、更具生产性的权力形式。它不是简单的压制你，而是要引导你、塑造你、管理你，让你自愿地按照某种方式去思考和行动。听起来更隐蔽了。是的。算法治理就是这种治理术在数字时代的完美体现。它通过收集和分析海量数据来预测你的行为，评估你的风险，然后通过调整你所处的环境和信息流来塑造和引导你的选择和行为。而且这一切往往是在你根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发生的。能不能举例说明一下这种塑造？比如社交媒体的信息流，它推送给你的内容不仅仅是在监视你的兴趣，它更是在塑造你的观点和情绪。你看什么，不看什么，很大程度上是被算法决定的。再比如电商平台的个性化推荐，它不仅仅是在观察你的购物偏好，它更是在创造和激发你的欲望，引导你去购买某些商品。不是被动反应，而是主动塑造。没错，这种算法治理术有几个关键特征。一是预测性和先发制人，它不是等你犯了错再来惩罚你，
而是通过模型预测你未来可能做什么，然后提前进行干预，比如预测性警务，在犯罪发生前就部署警力。二是环境塑造，它通过调整信息环境，比如搜索结果的排序和选择架构，比如 App 的界面设计、默认选项，来 subtly 潜移默化的 nudge 调度你的行为。三是去主题化，个体越来越被看作是数据流和反馈循环中的一个节点，你的主体性被你的数据画像所定义和管理。听起来人好像越来越被动了。是的，福克晚期描述了从他早年分析的规训社会向控制社会，这个词是德勒兹后来发展的转变，权力变得更加弥散，无处不在，像网络一样流动。它不再仅仅通过学校、工厂、监狱这些封闭空间来运作，而是通过开放网络中的信息流、算法中介，对我们生命的全过程进行更加精细化、个性化的调控。这种权力更难抵抗，因为它常常是内在化的，它直接塑造我们的欲望、信念和自我认识，让我们心甘情愿地被治理。福克的分析确实揭示了算法权力更深层、更隐蔽的运作媒机制。这听起来让人有点无力感。那哲学上有没有什么资源能帮我们找回一点主动性呢？当然有，存在主义哲学，特别是萨特的思想，就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萨特，他强调的是自由和责任，对吧？对，萨特哲学的核心观点就是人是被判定为自由的 ，Man is condemned to be free。意思是人没有固定的本质或天性，我们是通过自己的选择和行动来不断地创造自己的。我们是绝对自由的，但这种自由也意味着沉重的责任。我们必须为自己的每一个选择负责，没有任何借口。这种自由听起来也挺可怕的，要承担全部责任。是的，萨特也承认，这种绝对自由会带来焦虑和被抛的感觉，因为没有上帝或任何外在标准来指引我们。但我们必须直面这种焦虑，承担起选择的责任。那萨特的这种强调自由和责任的哲学，怎么应用到算法时代呢？算法不是常常被当作客观、中立的决策者吗？这恰恰是萨特哲学能够切入的地方。萨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概念，叫做自欺 （mauvaise foi, bad faith）。自欺就是自己骗自己。对，但有特定的含义。萨特认为，自欺就是人类试图逃避自身自由和责任的一种方式。具体来说，就是假装自己不是一个自由的主体，而是一个像物一样被外在力量，比如环境、基因、社会压力所决定的存在。通过把自己物化，来否认自己有选择的自由，从而逃避做出选择所带来的焦虑和责任。找借口，推卸责任。没错。现在你再来看算法，特别是那些不透明的黑箱算法，是不是就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极其精致的自欺的借口？怎么说？想想看，一个信贷审批员或者一个 HR， 当他们使用算法来拒绝一个申请或者筛选掉一个候选人时，他们可以非常方便地对自己和他人说，这不是我的决定，这是算法的决定，或者系统就是这么评估的，我无能为力。把责任推给那个非人格化的、看起来很客观的黑箱。对，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就成功地逃避了做出艰难的、可能带有伦理风险的价值判断的责任。他们把自己从一个需要运用同情心、具体情境判断、承担道德后果的自由主体，变成了一个仅仅是执行算法指令的物。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萨特式的自欺。这种对算法决定论的顺从和依赖，正是现代版的自欺，它在悄无声息地消解决我们作为人的自由能动性。这个分析很深刻。算法替我决定了，成了一种新的自欺模式。那萨特的哲学是不是也给了我们一些行动的指引？是的，基于萨特的哲学，我们可以提出至少3个行动的要求。请讲。第一，拒绝技术决定论。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和他人 ，AI 是人类创造和使用的工具，它的设计、它的目标、它的价值取向，归根结底是人类选择的结果，也必须由人类来负责。不能把 AI 神秘化，
不能把它当作一种外在于我们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坚持人的主体地位。第二，坚持人类问责。无论自动化程度有多高，任何一个自动化决策系统都必须有明确的、不可推卸的人类责任主体。当算法出错或造成伤害时，必须有人为此负责，不能让算法成为最终的挡箭牌。我们需要建立清晰的问责机制，任人不能外包给机器。第三，拥抱选择的焦虑。我们要有勇气去面对那些算法无法解决的复杂的伦理困境，承认很多时候没有完美的、最优的算法能算出来的答案。在这种不确定性中，我们要敢于运用我们自己的理性、良知和同情心，去做出艰难的价值判断，并且勇敢地承担选择的后果。这恰恰是人之为人的尊严所在。拒绝决定论，坚持问责，拥抱焦虑，这3个要求很有力量。对，总而言之，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它号召我们在这个日益被算法渗透和控制的网络中，去重新警醒，去积极地夺回我们作为行动者、作为价值创造者的主体地位，去承担起我们生而为自由人所必须承担的责任。用存在主义的勇气来抵抗算法时代的自欺。好了，我们已经非常深入地探讨了 AI 在工作、关系和道德这3大领域带来的严峻挑战，也借助了尼采、海德格尔、福克、萨特等不同思想家的洞见，信息量确实非常大。现在的问题是，这么多不同的声音，这么多不同的批判角度和应对思路，我们怎么把它们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更全面、更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框架呢？感觉单一的英雄主义，像尼采那种，或者单一的批判理论，好像都不太够用。没错，这正是关键所在。单一的哲学传统确实有其局限性，我们需要对之前的思想资源进行一个再评估，然后尝试构建一个更符合的框架。那我们先来重新看看尼采，他的思想在这个时代还有价值吗？局限性又在哪里？尼采的思想当然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他那种强调个体精神力量、直面虚无的勇气、自我创造和自我超越的哲学，在今天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焦虑的时代，对于个体寻找内在力量和意义，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它提供了一个强大的个体精神框架和自我赋权的勇气。个体层面的激励作用还在。对。但是它的局限性也非常明显。尼采的时代，他面对的主要是工业革命和传统信仰崩塌带来的危机，他不可能预见到我们今天面对的这种全球化的技术平台、无处不在的数据监控、算法权力对社会各个层面的渗透和治理。这些系统性的、结构性的问题远远超出了尼采当年思考的范畴。他的哲学过于侧重个体意志，而对这种新型的、弥散的、技术化的权力结构缺乏足够的分析和应对策略。对系统性问题的关注不够。是的，所以这就凸显了构建一个技术人文复合伦理框架的必要性。我们需要超越单一的哲学传统，把不同思想流派的洞见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更多元、更立体的视角。那这个复合框架具体需要整合哪些思想资源呢？他们各自扮演什么角色？根据我们之前的讨论和参考文章的建议，这个复合框架至少需要整合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尼采的存在主义勇气，这是基础。它为个体在技术压力下保持精神独立、进行自我赋权提供了动力，个体精神支柱。其次，现象学，特别是海德格的视角，它用来捍卫我们真实的、具身的在世界中的经验的首要性，抵抗将一切还原为抽象数据和算法逻辑的倾向，保护我们活生生的体验不被技术框定，捍卫真实体验。第三，后结构主义。特别是福克的权力分析，它帮助我们揭示算法权力是如何在微观层面运作的，它的治理术是如何隐秘地塑造我们的行为和认知的，提供批判性的武器，揭示隐秘权力。第四，存在主义，特别是萨特对自由和责任的强调，它用来对抗技术决定论和算法自欺，坚持人类在技术面前的主体性和道德责任，坚守自由责任。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关怀伦理学的视角。
它提醒我们关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具体情境中的关怀需要，用来重建在技术中介下可能被疏离的人际连接，抵制算法带来的抽象化和道德距离。重建关系连结。你看，这5个方面的思想资源各有侧重，但又相互补充。尼采提供个体动力，现象学守护经验基础，后结构主义揭示权力运作，存在主义强调主体责任，关怀伦理学关注关系维度。只有把它们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复合的多棱镜式的框架，我们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和应对 AI 时代的复杂挑战。勇气、体验、权利、责任、关怀，这5个维度确实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图景，听起来很理想。但在实践中，我们怎么去落实这种伦理考量呢？现在不是也有很多所谓的 AI 伦理原则或者框架吗？对，现在确实有很多公司机构都在发布各种 AI 伦理原则和实践框架。比较主流的有几种，比如以人为本的 AI、价值敏感设计，还有像 Anthroplay 公司提出的宪法 AI。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这几种。先说以人为本的 AI。HCAI 的核心主张是 AI 的设计和应用应该以增强人类能力、满足人类需求、符合人类价值观为中心。它通常会强调几个关键原则，比如要确保 AI 系统的透明度、可解释性、公平性、可靠性、安全性，以及要有明确的问责机制，还要强调用户的控制权和参与度。听起来都很好。原则都很对。那价值敏感设计呢？ VSD 是一种更系统化的方法论，它强调伦理价值，比如隐私、公平、自主性等，不应该是在 AI 系统开发完成了后再来打补丁，而必须从设计的最早期阶段就嵌入到整个开发流程中。它通常包括3个以待进行的阶段：概念调查，识别相关的伦理价值和潜在冲突；经验调查，了解用户和利益相关者如何看待这些价值；以及技术调查，探索如何在技术设计中具体实现这些价值。听起来更注重过程和方法。那宪法 AI 呢？这个听起来比较新。宪法 AI 是 AI 安全和对其领域的一种创新尝试，特别是像 Anthropic 这样的大模型公司在推动。它的核心思想是让 AI 自己来监督和修正自己的行为，以确保它符合一套预先设定的原则。这套原则就像一个国家的宪法一样，是人类编写的，包含了我们希望 AI 遵循的基本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比如不要产生有害内容，要诚实，要尊重人类等。AI 模型，比如一个助手模型，在生成回答时，会有另外一个 AI 模型，评判模型，根据这套宪法来评估它的回答是否合规，如果不合规，就会要求它修改，直到符合宪法为止。让 AI 自己管自己，这能行吗？它的优点是，据说可扩展性比较好，能够处理大规模模型的对齐问题，过程相对透明，因为宪法是公开的，而且可以减少人类审核员接触大量有害内容的风险。当然，它也面临很多挑战和争议。听起来这些框架都挺有道理的，但实际效果怎么样呢？企业真的会认真执行吗？还是说只是做做样子？这就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这些伦理原则和框架在实际推行的时候，其效果可以说存在一个巨大的光谱。光谱？对，一端可能是企业主导的，以合规为导向的相对比较表面的实践，很多时候发布一套漂亮的伦理原则，可能就变成了一种公关行为，或者说伦理漂白 （ethics washing）。用伦理辞藻来掩盖潜在的风险或者不愿意做出的实质性改变。很多企业的伦理审查往往是后置性的，在产品快要上线了才想起来做个评估，很难真正影响核心设计。面子工程。有这种风险。另一端则是要求进行真正的公众审议、民主参与和权力制约，要求伦理考量深度嵌入研发的全过程，并且让可能受到 AI 系统影响的社群拥有实质性的发言权和参与权。但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你看现在那些讨论 AI 伦理的学术会议，比如 FACS， 也常常面临来自业界赞助商的潜在利益冲突问题。理想和现实差距很大。您刚才提到的宪法 AI，
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宪法 AI 虽然在技术上有创新，但它立刻就暴露了一个非常根本的政治问题：谁来书写这个宪法？由谁来决定 AI 应该遵循哪些原则？是 AI 公司的工程师，是政府，还是公众？不同的主题写出来的宪法，内容可能会很不一样。这确实是个大问题。宪法的制定权，对。Anthropic 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叫集体宪法 AI。他们邀请了不同背景的公众，通过一个类似协商民意测验的过程，来共同制定一套 AI 宪法。结果发现，公众制定的宪法和他们公司内部员工制定的宪法在侧重点上存在显著差异。比如，公众更强调客观性、公正性，避免歧视等原则。这说明公众参与很重要。非常重要。这也引出了另一个相关的概念，叫做参与式 AI， 就是主张在 AI 的设计、开发、部署、评估的全生命周期中，都要让受影响的社群和公众进行实质性的参与。但这也要警惕一种参与漂白，就是表面上搞了很多咨询会、听证会，但实际上对最终决策没什么影响。真正的民主治理需要权力的分享，需要让参与者的意见能够真正改变结果。从伦理漂白到参与漂白都需要警惕。听下来，感觉我们谈了很多风险、批判和挑战。那这个复合哲学框架是不是也应该包含一些更积极的建设性的愿景呢？光是防御还不够吧？非常对。一个全面的人工智能时代哲学，不能仅仅是防御性的、批判性的，它还必须是前瞻性的，能够描绘出 AI 如何能够促进人类繁荣、解决全球挑战的积极蓝图。这也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关注的向善的 AI 领域。向善的 AI 有哪些具体的例子吗？例子非常多，而且很多都和联合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相关。比如，在医疗健康领域 ，AI 不仅能辅助诊断，还能帮助开发针对罕见病的个性化治疗方案，优化医疗资源的分配，甚至预测传染病的爆发。提升医疗水平和公平性。在环境保护方面 ，AI 可以通过分析卫星图像来监测非法采伐、非法捕捞，预测洪灾、干旱等自然灾害的风险，帮助保护濒危物种的栖息地。优化能源使用效率等等，用技术守护地球。在教育领域 ，AI 可以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平台，根据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和特点，提供定制化的辅导和资源，有助于实现教育公平。因材施教。在社会福利方面 ，AI 可以帮助更精准地识别和预测贫困风险，优化援助物资的发放，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效率。让社会资源用在刀刃上。当然，这些向善的 AI 应用本身也需要非常谨慎地进行伦理评估，防止出现新的偏见或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意想不到的后果。但它们确实展示了 AI 巨大的积极潜力。确实 ，AI 本身是中性的，关键看怎么用。对，我们还需要再次强调 AI 作为人类智能增强器的潜力。就像我们之前讨论人机协作时提到的，在科学发现上 ，AI 可以帮助科学家处理复杂数据，发现新的规律；在艺术创作上，它可以成为激发灵感的伙伴。这种协作有望把人类的创造力和智慧推向新的高度。所以，这个复合伦理框架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是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吗？可能不是追求一个静态的完美平衡点，而是一种动态的辩证统一的过程。我们需要同时手持盾和矛。盾就是批判意识，时刻警惕 AI 可能带来的风险、偏见、权力滥用和对人性的侵蚀。要运用我们刚才讨论的现象学、后结构主义、存在主义、关怀伦理学等工具，去审视和抵抗那些负面影响。保持警惕和批判。而矛就是向善的愿景和主动引导，要积极的探索和推动 AI 在促进科学进步、解决社会问题、提升人类福祉方面的应用。
要思考如何设计和治理 AI，让它朝着符合人类长远利益的方向发展。这种批判性的警惕和建设性的引导，两者缺一不可，相互促进。我认为，在这种持续的辩证的努力中，我们才有可能走出 AI 时代可能带来的困境，找到一条通往更可取未来的道路。盾与矛的辩证统一，这个总结很到位。好了，我们这次穿越历史、哲学与前沿科技的深度探讨，聊了非常非常久，信息量也特别大，差不多要告一段落了。希望能为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我们确实看到了人工智能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它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也潜藏着极其深刻的，甚至是根本性的挑战。是的，如果要做一个总结的话，我们一直在尝试构建的那个复合哲学框架，它应该具备4个核心的品格，或者说维度，是我们反复强调的。我们再回顾一下。第一，它是存在主义的，强调个体在技术面前的自由、选择和不可推卸的责任，要坚守人的主体性。第二，它是结构性的，运用像福克那样的批判理论，去揭示和分析算法权利、数据治理这些系统性的运作逻辑和潜在风险。第三，它是关系性的，借鉴关怀伦理学，重视人与人之间具体的相互依赖的连结，反对技术的过度抽象化和疏离感。第四，它是现象学的，坚决捍卫我们真实的、具身的在世界中的生活经验的首要性，警惕一切被简化为数据的倾向。存在、结构、关系、现象，这4个维度确实是贯穿我们整个讨论的核心。对，而且这4个维度是相互关联、缺一不可的。只有同时具备这4重关照，我们才可能对 AI 带来的影响有一个相对全面和深入的把握。那在您看来，我们这个时代面对 AI 最根本的危险到底是什么？是科幻电影里那种天网觉醒、机器人统治世界吗？那种戏剧性的场景当然很吸引眼球，但我觉得更现实也更隐蔽的危险，可能并不是那种突然的对抗性的接管，而是我们可能在一种温水煮青蛙般的不知不觉的过程中，全面地接受了技术的那种座驾式的世界观。就是海德格尔说的那个座驾。对，就是我们开始把效率当作唯一的标尺，把优化当作最高的善，陷入一种算法虚无主义。结果就是所有那些无法被轻易量化、无法被优化，甚至看起来没什么用的人类经验和价值，比如爱、美、智慧、沉思、同情、牺牲、精神追求，它们的重要性被系统性的贬低，甚至被遗忘。这可能才是最根本的危险所在。我们可能并没有被机器打败，而是自己先放弃了人之为人的那些最宝贵的东西。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丢失了意义本身。是的，所以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哲学任务，或许就是学会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在必要的工具性的计算性思维之外，有意识的、主动的为沉思性思维，也就是那种反思意义、关照存在、关注那些不可计算之物的思维方式，去开辟并捍卫一片空间。这片空间可能是阅读一本无用的书，可能是进行一次没有目的的散步，可能是投入一段不求回报的关系，可能是对一个伦理困境进行深入的、艰难的思考。我们需要刻意的去保护这种不效率的沉思时刻，不让它被无休止的效率追求所完全吞噬。在计算之外为沉思留白。正如我们参考的来源所说，人工智能时代它不是哲学的终结，反而像是一次迫切的重启。没错，它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力度，把那些古老的哲学问题——人是什么？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共同生活？什么是好的生活？重新推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让我们无法回避。是的，这些问题变得无比现实。我们今天用了这么长的时间，进行了如此深入的探讨，但我们提供的显然不是最终的答案，那可能也根本不存在。我们更希望提供的是一个更深入思考的起点，
真正的答案恐怕无法在任何一本哲学经典或者一套算法程序里找到，它只能在我们持续的、开放的、集体的探索、提问、怀疑、想象，最终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和行动中被不断的创造和重塑出来。这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那么，在这次深入探讨的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一个需要我们每个人独自去琢磨、去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建立在我们今天的讨论之上，但我们似乎没有直接给出答案。既然算法的天性似乎就是追求优化、追求效率、追求消除模糊和不确定性，而我们人类许多最深刻、最宝贵也具创造性的经验，比如说那种灵光乍现的突破性创造力，那种不计条件、不求回报的爱，那些在两难中做出的艰难的伦理决策，恰恰常常诞生于模糊、矛盾、非理性，甚至所谓的错误和弯路之中。那么，一个被算法高度优化、越来越追求正确答案的未来，是否必然会在系统层面上逐渐剥夺这些宝贵人类经验滥竽产生的土壤？在一个毅力强调效率、精准和可预测性的世界里，我们是否有必要，又该如何刻意的、主动的为那些看似无效率的、充满偶然、混乱，甚至有点浪费的人性空间留下存在的余地？这个问题留给大家思考。感谢你的收听，期待下次与你继续深入探讨。